其实他这个人最爱钱了，只要使钱，没有办不到的。你错了，阿斯，你低估了你岳父。轻敌必将导致失败，到时候不但耽误了革命工作，也白搭了你的性命在里面。他是爱钱，可他更小心。为官多年，什么技巧没见过？一旦行贿，他一定会警觉，不仅不会和我们做生意，还会怀疑到这家英国公司的背景，甚至怀疑你。不但不行贿，还要压低价格。他要赚钱，我们更要赚，一定要让他觉得我们就是家唯利是图的军火商。越是这样，他越不会怀疑。我会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不是尽力而为，是一定要成功。是。家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越来越成熟了。只要小心谨慎，应付那些事情应该没太大问题。要时刻记得李老爷临终对你的托付。于是多跟淑云商量，他毕竟更有经验，更了解他爹。不过他有点性急，你可要稳住啊。他怎么样？他挺好的，挺好。我得走了，你多保重。淑云也是。王秘书，麻烦你送一下小林先生。李总办，我的事情就拜托了。给二少奶奶道喜。局里的同仁们听说二少奶奶有喜了，高兴坏了，都准备着一份大礼，登门准备给老太太、太太们道贺呢。我就说了，二少奶奶是欧大人的掌上明珠，又是欧府的大喜事，大人那儿也少不得有点心意。不必客气，你们薪水有限，还要养家糊口，心意到了就是。这位先生是？二少奶奶不认识，小林一郎先生是李总办的老朋友，日本三井财团的代办。听崇光说过，只是小林先生太忙，就一直没见着。李太太这是怪我了。崇光和你新婚燕尔，我早该登门道贺，无奈俗事缠身，竟一直没抽出时间，实在是失礼了。方才听说李太太怀有身孕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小林一郎深感欣慰，正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这2天定备一份大礼登门道喜。你们日本人礼最多，可以免不了虚情假意。我怀孕，你甚感欣慰，恐怕也只是客套话。你心里不见得这么想，是不是？李太太取笑了。我小林一郎岂是口是心非之人？我和崇光是多年好友，他有后，我真的打心眼里为他高兴。那我替崇光谢谢你。哎，小林先生，听崇光说您尚未婚配吧？正是。崇光还说，小林先生原有位中国的红颜知己，对先生是一片痴心。可先生竟只顾着做生意发财，不解风情。如今这位红颜知己已嫁作他人妇，听说也已经有了身孕，不知道小林先生是不是也甚感欣慰啊？李太太真是有心之人，我这点小事儿还记在心上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其实就不配有什么红颜知己。我看是他配不上你吧。我
仲間はシェヨに愛しろ。わからないわ。あなたは王都の古い友人でしょ。世間話をして何が面倒なの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丈夫还在等我，就不多说了，改天聊了。啊，请。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啊？我正打算取呢，多谢啊。你怎么了？哦。刚才少白先生突然有急事来找我，你是不是碰见他了？我为什么要碰见他？我凭什么碰见他？咱们的事，他知道了。我们的事情跟他有什么相干？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以后别再跟我提他。以后这种跑腿的事，你随便找个人来就是。你有身孕的人，要多小心。哦，今天早晨念慈姐姐来说，奶奶要分家。分家？分家好。哼，二房的气啊，我早就受够。哎，还有那个老三，再不分家，就让那个老三把家财给败光了。关键是怎么分？老太太偏心，这次她要是分不公道，我可不答应。哎，对了，你俩可得给娘撑腰啊！我争来那些东西干什么呀？我老了又用不上，争来都是给你们的呀。娘，您这是何苦？老太太大事上几时糊涂过？再说了，一样是李家子孙，怎么就会有亲疏厚薄？哎，你这糊涂的东西！平时胳膊肘往外拐也就算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向着娘说话，反倒向着别人说话。怎么分了家去二房那吃饭呢？啊！哼，神神叨叨，老大不小，这么大了也找不出个婆家来。哼，你再嫁不出去啊，还不靠着我跟你兄弟吃饭呢？怎么着，还等着崇光和那败家的东西给你养老送终呢？啊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奶奶，不好了，老太太晕过去了。怎么可能？刚才我请安的时候，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是三老爷，三老爷听说要分家，就去问老太太打算怎么分。说来说去，老太太就急了，要打三爷。三爷从屋里跑出来，我们进去一看，老太太就晕过去了。二少爷、二少奶奶都不在家，江河姐姐叫我赶紧过来报个信儿。姐姐，速去老太太屋里伺候，我这就打电话给上面的洋人医院，叫他们派救护车来。哦，好好好，赶紧通知崇光。对了，还有淑云。哎，等！哎呀，你这糊涂的东西！老太太这次万一过不来呢？都是咱们大房的人在，这是好事啊！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惦记这些？等，你懂事，守在那块儿，崇家千万别走开，听见没有？守着啊！你答应了老爷当李崇光，不分家是，分了家也是，只要你的总办位置还在，一样能替革命出力。奶奶的心思，我琢磨不透，但我总觉得她是为了你好。分了家，
三叔他得了家产，应该不会再为难你，李重甲也不会再搞小动作。重甲哥没搞小动作，你就是太老实，总把别人想得太好。你就是心眼太多，总是把别人想得太坏，这点随你爹。我。喂，李总办办公室。重甲，什么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人在哪儿呢？重光，他在啊。好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怎么了？三叔把奶奶气晕了，现在人在沙面医院，能不能醒还不知道呢。燕子姐姐，奶奶她不会。不会的，重光。上个月清虚观的老道士还说了，说奶奶是菩萨样的人，至少还有10年的整寿呢。重光。哦，三老爷来了。三叔，您怎么那么粗心啊？明明知道奶奶身子骨不好，你就不能顺着她老人家，把事情闹到如此地步？这会儿奶奶还没有醒，万一有个3长2短，您说您这当儿子的，心里能过得去吗？念慈，这事儿不能全怪三叔啊！啊，老太太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自己身体不好还来打我。念慈，你可不能糊涂啊！三叔这么做全是为了你们好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祖辈积下的家产被一个外人占了去。三叔，你……老太太是你亲娘，你为了家产，把亲娘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亲不亲那是我的娘，用不着你这个不明不白的瘪三儿在这假仁假义。你若不图李家的家产，你用得着在这装孝子贤孙吗？我呸！三叔，老太太让我暂当这个家，这会儿她老人家没醒，我就替她正正家法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准你踏进李家门，不准你再看老太太。等老太太醒了以后，看她如何处置你。老弟，在。三老爷，您先请我。闭嘴，是没你的事儿。主公，进来。主公，奶奶身体不好，你心里面急躁，能理解。可三叔毕竟是长辈，你要给他留点颜面，啊。你还是先回去吧，等老太太一会儿醒了，什么都好说。你还是他亲儿子，李家的三老爷。可是如果他没有醒过来的话，这一切可就难说了。怎么样？老太太已经醒了。真的吗？能见人吗？我见老太太一眼就行。老太太刚才吩咐，她感觉已经好多了，让大家伙都回去歇着，只叫重甲少爷进去听话。奶奶，重甲，哎，来，坐。三叔和老太太拌嘴，那是亲娘亲儿子。他一个不相干的外人，居然当着全家人的面来羞辱三叔，
还要把三叔逐出李家。侄儿虽然敢怒不敢言，可是我姓李呀，三叔也姓李啊，我替我们姓李的叫屈。冲家，你脑子好使，也明白事理，就是胆子小，没魄力。你以为三叔我跟你似的，啊，分一份家产，能过个日子？我呸！打从上回他在医院羞辱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下了决心了，有他无我，有我无他。哄老太太开心是吧？啊，仗着巡抚的势力是吧？好啊，明着我是斗不过，我给你来暗的，我要了他的小命儿。三叔，这里说话恐怕有些不方便。这万一那个家伙买通了这屋子里的人，咱不得不防啊。我倒是有个地方。是想往酒里下毒，对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干净利落，只要他能来。可他正恨着你呢，他如何能来呀？哼，关键就是这个呀，那就得你去请他了。除非三叔向他认错，赔酒赔罪，是个主意。那你就去帮我请他吧。我，不是三叔，你放心，钟甲，我摆酒没错，你居中调和就是个和事佬，你又不知道这酒里有毒，出了事儿与你无关啊！啊，那好，我去请他。你也胆子大一点，不能什么都听他的。寸步不离跟着，一定不能胡吃乱喝。二，不能乱蹦乱跳。二，好好安生的躺着坐着，有时间可以到花园走走。要出门也不是不行。一定要叫小丁跟着，马车一定看好，上下车千万小心。他要是不听话的话，立刻禀报大小姐，或者打电话给我。听清了没？哎，听清了。你如今是得了尚方宝剑了，竟跟他一个鼻孔出气，挟着起我来了。哎，如今不比从前，性子总得改改嘛。哎，好了，我得走了，抓紧办完事，早点忙完，早点回来看你。听话。二少爷，阿春姑娘不见了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昨天还好好的。昨天晚上小丁送东西过去，就不见了春姑娘，想是出去散步了。今天一大早再过去，还是不见人影，只怕是一夜没回呀。快备车，我这就去。是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又胡闹，赶紧回去待着。还愣着干嘛？来，小姐。桃花，拿衣服。二少爷，快！二少奶奶，淑云，又来捣乱了。没事吧？二少奶奶，没事吧？
怎么样？哪里还疼？二少奶奶，要不要紧？哎，先别动。我这没事儿，对不起，耽误你去找阿纯了。你快去找他吧，我这真的没事儿。有身子的人还敢这么胡闹？我先不骂你，我已经叫小丁打电话到医院叫车来了，待会儿仔细检查，要是出什么大岔子，我看你怎么跟奶奶交代。我不去医院，我真的没事的。有什么事不是你说了算？这回惨了，怎么办好呢？看来这事儿是不能再办的。老丁啊，刚才有谁看见我摔着了？哦，一大早倒是没有人看见。那你先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先出去吧，我跟二少爷有事要说。哎，哎，别动。没事。我没有怀孕。崇光，崇光，你说句话呀！你打我也行，骂我也行。骂你什么？你做错什么了吗？我也是一时着急，我怕你过不去那一关呢。那我应该夸你，夸你脑子快，敢想敢干，帮我渡过难关。我应该谢你。我是怕你心不定，你一心只想着跟阿纯回香港过小日子，辜负了少白河老爷对你的嘱托，所以我就想断了我的后路，让我稀里糊涂、死心塌地的留在李家，帮你的秦少白卖命，对吗？大蛇打七寸，你这叫真高，算你狠。打定了主意，看着我会上当，对不对？你敢撒这么大的谎，就是看中我阿四是个老实人，不敢占了你的便宜，撒腿就跑，对不对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把我这么捏来捏去？就为了你那么一点想法，革命，秦少白，就可以这么欺负我，耍弄我？我没有。你还说没有？你让我没有脸抬头见阿纯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没有让阿纯受过一点委屈。他是那么单纯，那么善良，你就那么忍心让他难过？阿纯他知道我怀孕是假的，我告诉他了。你告诉他了？那他为什么没告诉我？他看出来了，阿纯他很聪明的，你就以为你心眼多，别人都是傻子。他看出什么了？他看出我也心疼你，不忍心再对不住你。崇光，你还说什么？说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还敢编谎话来讹我？你吃准了我！你让我在你和阿纯面前抬不起头，你让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个东西，你让我讨厌自己，我恨自己。你太自私，你根本不管别人。你把阿纯拖进来，拖进危险。
崇光，你去哪儿？还能去哪儿？找阿纯。我找到他，我就回来告诉奶奶，告诉李家上下我是谁。我不再当你崇光，不再缠我这个家的破事。崇光，你们俩没什么事吧？没事。好，是这样。三叔前2天气坏了老太太，被你申斥一顿之后呢，他回去啊，越想越觉得自己理亏，这2日倒有点寝食难安了，所以想啊当面给你赔个罪，又不好意思张口，所以让我给你送这个请柬来。他备了桌酒席，你赏个光吧。大哥，你去告诉三老爷，赔罪用不着。他老人家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是李崇光，不是李家子孙，的确是个车夫。请他放心，我从哪来回哪去，我不会要李家1分1毫家产。哎，崇光，别跟长辈赌气。赌气？我没赌气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大哥，你不清楚吗？大少爷，我来找二少奶奶拿样东西。偷听我和崇光说话。我没有。心里有事，说出来。老太太叫我了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信，阿纯姑娘留给你的。阿四哥，我走了，没走远，就在广州。现在我眼睛看得见，有手有脚，能自己生活。你不用担心。你为我治眼睛，成了李府的少爷，还要闹革命。这里头的事情，我有些懂，有些不懂。可我知道，你是对的。不管你在别人面前是谁，对我，你永远都是我的阿四哥。我不想做你的累赘，我要独立，像淑云姐姐一样，做个新式女子。淑云姐姐是个好人，你们在一起也是命吧？你要对她好，不用担心我。我相信你，相信你对我的情分，也相信我对你的情分。天底下没啥能跟这情分相比。你不要找我，我会在一旁默默等着你。等你下次再见到我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个新的阿纯。阿四哥，男人做事
有始有终。你放心去做。阿四，阿纯真好。还走吗？哎，哪里疼啊？不碍事。对了，明天还要去赴三叔的宴席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三叔忽然180度大转弯，又摆酒席又弄花样的，我总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大文章，有李重甲掺和，我更加担心。还能有什么文章？难不成他在酒里下毒吗？既然我已经选择留下来，就是要面对所有的问题，这可是你教我的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好，二少爷，好好。小丁，小丁，大少爷和二少爷怎么一起出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你们俩小心点啊！您好。文先生，怎么这次生意那么快就回来了？啊，想他们了。是不是梁神父不在，小初和小新跟着我？文先生有点不太放心啊。你说的这是哪里话？放心的很，放心的很。小初，他出血了。没事儿。小初，起来，起来。起来！小初，爹爹，我输了。没有，你哪儿输了？你知道吗？只有战胜自己的人呢，才是赢家。所以啊，你赢了。爹爹。小初啊，乖，
直都是二房管事。令叔公玉堂兄可是商界翘楚，我辈之表率。只可惜，二叔去世以后，是他的公子，也就是我的堂弟重光当家。家里有些人不服。重光公子年轻是年轻一些，可是这制造局总办当得，巡抚女婿做得，在家里当家，还有人不服啊？莫非另有隐情？文某倒是听到过些传言，说那重光公子是个冒牌货啊，都是传言。此事是广州将军铁山大人起的头，非说我弟弟是革命党，已经死了。现在的重光，是我二叔找来掩人耳目的。这个蹩脚将军，这是真是假？难道他还比人亲骨肉，更知道不成？这别的不说吧，这重光公子从小可是跟李小姐一块儿长大的，要是假，李小姐应该知道啊。文大人说的对，重光是真是假，我最清楚。他就是我弟弟李重光。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，连铁山大人都不追究了，可家里却3天2头有人拿这事来闹。老太太也是无奈了，这才要分家。李府的三爷，那大房呢？听说令弟是广州的新军将领，才具过人。他对李重光真假之事如何看待呀？塞斯驴，塞斯驴，你家里有电话，说是有急事。啊，家里很少打电话到这里来，一定是有什么急事。文先生，先失陪了。好。点急事，我要立刻赶回去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李小姐，我那儿有马车，新换的，跑得很快。家里有急事，不行，我先载你一程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请。习惯李府，能多快就多快。是。文先生，刚才你是不是问我舍弟对重光的事怎么看？是吗？啊，我随便问问。我们李家从未分家，3房共聚一堂，子侄辈更是一起长大，骨肉情深。重甲是长房长孙，对弟弟更是亲爱有加。他绝不会怀疑重光，更加不会加害他。三叔，赔罪说不上，我也当不起。您是我三叔，奶奶就只有您一个儿子，只要您孝顺他老人家，真心为李家好，您就是我的好叔叔。重光必有一份真心待您。明天虽说要分家，可家分情不分，到什么时候，重光都是您的侄儿。好，重光，好一个家分情不分呐！
三叔我敬你。程甲，咱叔侄三人共饮一杯吧。好。嗯。哎，来，三叔、大哥，先敬两位，先干为敬。请。老太太，回去。主公，酒不能喝。